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捏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辛普森一家第24季第4集。辛巴又在快餐店里买吃的，想起妻子劝他要吃的清淡，这货干脆捂住了幻想辛巴的耳朵，然后要了一份洋葱圈。店员小哥正给辛巴炸着，美女店员前来找他借钱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一位顾客投诉厕所被人占了洗澡。这里是还没有完，空手道小朋友们也前来买东西吃，店员小哥急得不知道怎么处理才好。这时机器提醒他，洋葱圈已经炸好了，然后他一激动就全交在辛巴的身上。律师告诉辛巴，他的受伤不是意外，而是由于玩忽职守。辛巴不关心这个，他只想知道能得到多少赔偿。律师表示，你的自愈能力太强了，所以他在辛巴头上画了个3级烧伤，结果下来了，除去诉讼费还能获得5000元的赔偿。这个律师难得靠谱，阿可很快就将钱赔给了辛巴。大家都问辛巴准备拿钱做什么，应该会做辛小妹的大学基金吧，毕竟老婆是这样嘱咐的。他现在已经将这笔钱存进银行了。他们告诉辛巴，银行已经不像以前那样靠谱了。老谋子倒是给了辛巴的钱想了一个好去处，火焰扑克网。辛巴表示自己绝不会拿女儿的未来做赌注，老谋子让他放轻松，又不是非得去赌博，扑克网会好好照料这笔钱的。辛巴听取老谋子的建议，将这笔钱放进了扑克网。辛小妹对于老爸的行为也是颇为无奈，不过好歹也算有了大学基金。辛妈正在查看日历，她发现昨天应该是去探望老辛普森的日子，于是两人就出发了。辛巴是很不情愿的，在车上还嘱咐妻子如何拒绝。老辛普森让他们带他出去吃饭，辛妈还是觉得有些愧疚，你的父亲不会永远在世的。辛巴有些不高兴，让辛妈收回这句话。好吧，他会永世长存的。谁知这句话也让收回。当他们来到了养老院时，工作人员支支吾吾的离开了。负责人告诉辛巴，你的父亲失踪了。夫妻俩来到老辛普森的房间，企图寻找一下线索。辛巴很尽力，左翻右翻，从床下找到了一个箱子。他推测这里一定放了老辛普森最重要的东西。辛巴倒是毫不在意，直接一股脑全都给倒了出来。这就算了，还在上面踢来踢去。辛妈发现了一个酒吧的杯垫，背面写着改变我一生的地方。寻着酒吧的名字，夫妻俩来到了这里。在昏暗的灯光下，里面是清一色壮汉。辛巴拿着照片问了一位坐在吧台大哥，这人脾气比较暴躁，我们不喜欢问题。谁知辛巴脑子抽了，说自己就想获得一点信息，就让小报记者和卧底警察。这一下大家都上前将他围住了，用台球杆将他顶了起来。照片飘在地上，被老板捡到了。他认识老辛普森，因为他以前在这里工作过。他向辛巴讲述了那一段岁月，人们吃牛排喝香槟听音乐，让老板痛苦万分的就是音乐。老辛普森那时还是个服务员，但他总在工作时候写歌，而另一个老板雇来写歌的却沉迷于清理桌子而无法自拔。趁着老板生气离开，老辛普森坐在了钢琴前，开始弹奏自己刚刚谱写的曲子，这吸引了女歌手丽塔的注意。她表示自己更适合唱这首歌，老辛普森自然是求之不得。于是丽塔演唱，老辛普森伴奏。正当气氛和谐美妙之时，突然插进来一个第三者。老板呵斥老辛普森早餐经开了，导致里面内容一览无余，这是他的失职，所以当即就炒了他。不过离开的不仅是老辛普森，还有对他产生好感的丽塔。至此之后，老板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。他请求辛巴，如果找到了父亲，请大家替他向老辛普森道歉。辛巴问那位歌手叫什么名字，丽塔拉夫尔。丽塔什么拉夫尔？什么拉夫尔？算了，我还是写给你吧。辛巴在网上查到了丽塔拉夫尔的信息，他此时就居住在春田镇。巧了不是，辛巴给他打了个电话，电话那头却是本尊。他表示自己不仅认识老辛普森，而且还嫁给过他。辛巴来到丽塔家，他表示自己才刚忘记老辛普森不久，他们就出现了。夫妻俩表示自己无意引起他伤痛，但是必须知道一切的事情。辛巴询问自己老爸哪一点吸引了他，丽塔说他平凡的外表下隐藏着天赋，接着是一层愤怒，然后是美丽的灵魂，最后是更多的愤怒，有好多层。好家伙，总算知道为什么老辛普森头像洋葱了。被老板炒了之后，他俩就在一起了，不仅建了个音乐组合，还燃起了爱火。那时辛巴已经有好几岁了，却仍旧是一副无知的模样。由此可见，这一切都发生在辛巴的妈妈离开之后。一天，他们走在求婚公园里，老辛普森向他求婚了，他们拥有一场完美的婚礼。然而悲剧发生了，辛巴将自己的腿和婚车绑在了一起，车开了很久，他们才发现了这个小男孩。于是这对新婚夫妇就在辛巴的病房里度过了蜜月，那是全家共度的第一个夜晚，同时也是最后一个。丽塔接到电话，有人想邀请他们去欧洲巡演，老辛普森也对此十分高兴。然而身后的辛巴又出幺蛾子了，他把舌头卷进了插座里。老辛普森看了看儿子，又看了看一旁仅结婚1天的妻子，他十分遗憾地向丽塔说，我是这孩子唯一的亲人了，如果现在不照顾他，等我老了他也会忘了贪玩我的。于是父子俩送走了
丽塔。如果不是亲耳听到这些事情，辛巴可能永远都不知道父亲竟然为自己牺牲了这么多。他终于开始从心底里崇拜老父亲了。毫无疑问，丽塔也深深的爱着老辛普森。他嘱咐辛巴，如果找到他，告诉他自己依旧宝刀未老，还递给辛巴一瓶菊窝香水，让老辛普森喷点。夫妻俩来到了唯一还卖这个香水的地方，辛巴拿出照片问店长是否见过这个人。店长招来了服务员，没想到走出来的正是老辛普森。他很生气，我知道这个人，他是个没有儿子的男人。辛巴几步上前抱住了老爸，请求他以后不要再走丢了。老辛普森更加气愤了，我才没有走丢，我是自己逃走的，就是因为你老觉得我无趣，从来都不来看我，我等你都等出病了，所以才找了个工作换个地儿住，就是不让你知道，这样我就不会希望你来看我了。辛巴安慰老辛普森道，以后绝对不会错过探望日了，而且探望的次数一定会增加的。辛巴也附和道，我才不会觉得你无聊呢，只是电视实在是太好看了。老辛普森想了一下，那好吧，就把这页翻过去吧。于是父子俩又一次紧紧相拥。回到养老院之后，老辛普森有些怅然若失，看了看那个杯垫，然后他听到有人正在弹奏他写的歌，循着声音过去，他发现了用脚弹琴的丽塔。虽然两人容貌已不复从前，但他们对彼此的爱意却愈发浓厚。他们又一次坐在一起，合奏着初见时的歌，然后默契依偎着睡着了。现在说说那两个在家的熊孩子。小新发现老爸将妹妹大学基金放在了扑克网上，然后就忍不住手痒的小赌了几把，运气不太好，输了一点钱。更不幸的是，这还被辛小妹给发现了，她生气让小新赶紧离开，于是小新两手一摊，识趣的走了。辛小妹正准备将账号注销，就发现这一局开牌竟然还不错，就想着将自己的钱赢回来。漂亮，不仅赢回来了，还多赚了50块。尝到了甜头之后，辛小妹就想要更多，毕竟谁能跟钱过不去呢？此时小新从壁炉的通风口钻出来，也许你应该离开桌子了。辛小妹很显然没有采取哥哥的意见，她读了所有扑克专家的书，在她的心里，钱就是大学，将来还需要更多的钱，她有信心靠这个赚钱。事实上，她确实有这个实力，她的钱很快从5000元涨到了40多万。然而好运似乎还没有停止，她又得到2张 A， 下面那一张也是 A， 满堂红，这个牌简直是无敌了。巨大喜悦让辛小妹直接押上自己的所有资金，就在她以为将要大获全胜之时，杂耍阿豹竟然跟了她的赌注。在她不可思议的神情中，谜底揭晓，阿豹有4张3，这意味着他所有的钱现在都归阿豹了。辛小妹眼睁睁看资金清零，然后被强制出局。辛小妹绝望地趴在床上大哭，小新走进来安慰妹妹，别哭了，赌博总不会有好结果的。辛小妹还沉浸在悲伤中，想她赢到40万的时候是何等的风光，现在又是何等的失败。辛小妹看妹妹这样伤心，就告诉她，其实大学基金还在，因为她就是那个耍杂阿豹，她一直都是用这个身份玩扑克。辛小妹满是欣喜，所以你现在有100万了，我又能上大学了。小新有些遗憾地告诉妹妹，她赢了这些钱之后，系统检测到他们都是未成年，所以他们的资金降到了最初的5000元。不管怎么说，能赢回本金也算是皆大欢喜。但辛小妹不知道小新为什么要帮自己，小新有些难为情，因为我爱你，而且为你感到难过。辛小妹很感动，她的回忆录终于能有一个好的结尾了。随着社会老龄化加剧，空巢老人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。父母子女即便生活在同一座城市，但由于居住条件、生活习惯、代际思想观念不同，不少年轻人也选择与父母分开居住。就像老辛普森和辛巴，于是原本生理机能就走下坡路的老年人，焦虑症和抑郁症等心理疾病也频频发作。身体上的疾病能通过药物医治，但心理问题却只有子女的陪伴一个良方。希望常回家看看，不是说说而已。再来说说辛小妹沉迷赌博，俗话说小赌怡情，大赌伤身。然而事实却是，只要开始接触，不输个精光，就绝不会停止。赌博的流行正契合了人类骨子里期望不劳而获的贪欲，以及相信自己就是那个极少数幸运儿的侥幸。想要的越多，失去的就会越多。小新可谓是本集的 MVP， 他知道劝说没有用，就亲自下场，让妹妹长个教训。现实中可没有这么秀的哥哥，如果输了，那可就是倾家荡产，家破人亡。本集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次见，拜拜。